户部尚书是怎么死的？魏太傅又是谁抓的？这骆将军的儿子，他若不想让其进宫，当真拦不住吗？刀子是大家递过去的，至于这接不接，终还是要看陛下的心意。王爷的意思是，咱们这个皇帝行事一贯是喜怒无常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先生一句，莫让他锋芒的样子给骗了。尤其是如今这宫里，可不再是他一个人。自打藏书阁起火之后，王爷便再没入过宫了。我去王府打听了，他们只告诉我最近王爷公务繁忙。之后我就又问了一句，王爷可曾看到锦囊里的信笺？他们便没有回话了。娘娘，这眼下雨妃父亲被贬，这连带着本人也遭到了皇上的厌弃。这其他的妃嫔们都费尽心思的想要争宠呢。让他们争去吧，我才不稀罕。这于婉莹说的没错，在这里，男人今日能将你捧上天，明日就能让你下地狱，爱憎不过在他一念之间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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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宇贵妃的墨宝着实难寻。这于府上下确实都没有啊！下官也是下了好一番功夫，终于在其外祖家寻得这只字片语。这宇贵妃的字还挺娟秀的。哎，是。那幅呢？你怎么看？这两幅字，这幅写的是诗词，那幅，这个下官愚见，这两幅字不像同一个人所写。是时候跟他见一面了。婉音，我在这儿，到我身边来。这个男人太会了吧！哎呀，大意了，应该带北书或者安慰来保命的。不过他应该不会在这个阶段取我性命。还是先挣扎一下，探探他到底在第几层吧。殿下约我前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今日早些时候，我去看望了宇少卿，他很是挂念娘娘，不知你在宫中过得如何，所以我就想着替他来问问。殿下真是有心了，不过这宫中的日子还能如何？婉音可是有什么心事？谢嫔昨夜去侍寝，今早就封了妃。殿下觉得
谢妃如何？她是陛下的女人，本王不敢妄议。那我呢？殿下觉得婉英如何？如雾里看花，不是很清晰。殿下为什么会这么觉得？婉英啊，你我也相识这么久了，有些话是不是也该说开了？比如你究竟是谁呀？我。又比如，陛下是谁？谢永儿又是谁？最坏的猜测成真了，他能看穿谢永儿，也许是因为谢永儿这恋爱脑说漏嘴了什么，能进一步看穿我，也许是因为我在哪里露出了马脚，但连夏侯旦那个影帝都能一起看穿，绝无可能，所以他只能是站在更高层。婉英不必如此紧张，本王对你一向没有恶意，而且你又能预知一些事，所以才能更清楚，选我才是明智之举。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了，还需要我做什么？我来找你不是让你做什么，而是本王心悦于你。我们甚至都不是一个物种的，都不是一个次元，你怎会心悦于我？这好像也不妨碍吧。所以，你是喜欢我这个角色？不然为什么一开始我就选了你？那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点破？婉英啊，有些事我会慢慢告诉你，你只需要好好想想，选择站在谁的身边，才是明智之举。与贵妃去了御花园，她正在和端王私会。大儿，你有何指示？没有指示。你不在意吗？叔知道你喜欢他，可他是你的枕边人，一旦有了异心，就太过危险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站在他的角度？选择端王，确实更稳妥。为何？你不是已经掌握了端王的计划了吗？掌握和有把握是两回事。他想活下去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告诉我，风中为何多万颗？他真的如此重要？你不该为儿女私情而冲昏头脑。他是我的父母。那夏侯旦呢？他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就连我都在犹豫，要不要和他结盟，他却一直坚定的选择我。你是我这2辈子见过的最勇敢、最厉害的人。
一定会笑到最后，杀出一片山河情怀。所以，他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，包括离开我。不玩了，这还怎么玩啊？本来还想着4个人一起打麻将呢，结果人家1卷3，来了个天胡，还说心悦于我。你会心悦一个纸片人？鬼才信！婉音啊，北叔，我看你迟迟未归，就给你备了些茶和点心，记得吃啊。好，谢谢北叔，你也早点歇歇。嗯。北叔对我还挺好的，那我要不要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他和蛋总？算了，与其一起难过，还不如让他们什么也别知道。也不知道我活着的这本书里叫什么名字，会活到第几页啊？说不定徐瑶的死也是剧情提前设定好的。这又是何苦呢？是啊，这是何苦呢？王爷，留下来等候了。什么？20几个人呢？被一个人全灭了？要不是我先离开，是不是我也得死在那儿？是属下学艺不精，辜负了王爷的信任。船上人的面孔看清了吗？见过他们面孔的全都，但是请王爷放心，属下一定将功补过，尽快查明他们的身份。范大人，西山那边，什么发现呀？下官带着我们的人拦住了车辇之后，才发现陛下早已调了禁卫军，提前埋伏在哪儿了。好啊，车上的人是谁？是谁？是安公公。废物！是谁跟我说，机会千载难逢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？是谁又跟我说，
操练已久，就算不是万无一失，他也是胜券在握呀。是不是你呀？啊？不要！这是真是我的好故事，一个人折了我100余名死士，你下去陪他们吧。小混蛋！我还是小瞧了你。这皇宫这么大，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他？真是倒霉。王爷，娘娘，可否介意不说话？哎，这也不是回宫的路啊！奴婢看您低着头往这边走，就没敢喊您。我说呢，那咱们娘娘，这皇宫这么大，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他？真是倒霉。王爷，娘娘，可否介意不说话？你先去一旁等我吧。是。王爷怎会突然出现在此地？小时候我尚未出宫之时，如若遭了宫人殴打，便偷偷来到这里躲着，等到了深夜才回去。所以如今有空了，便想回来看看。开始了，反派独白环节。婉音，怎么感觉现在你我疏远了？不是疏远，是这里人多眼杂。这附近有许多我的暗卫看着，不会有人过来的。啊，不知上次所言之事，婉英可考虑清楚了？婉英的考虑结果，殿下也能预知吗？你觉得呢？就是不正面回答呗。还好，我早就做了准备。那天惊慌之下，言语之间，对王爷有些冒犯，这是我亲手绣的。燕燕于飞，是《神雕侠侣》。确实有几分巧思。王爷喜欢就好。王爷料事如神，每次都能抢占先机。该不会也是？也是什么？开了天眼吧？啊，是。前不久刚开。那梦中是不是经常会看到那些奇异的景象，却不知道是何意？瞧着甚是模糊。解梦是门大学问，谁也说不清楚。据说境界最高者，6道众生诸物无不能照，一闭眼便能勘破天机。只是每个人根骨殊异，所能遇见的东西也不尽相同。有道理。那殿下既是皇子，是不是也能看见更多、更长远之事啊？前几日我在梦中遇见陛下身边出现一个高手，他乔装带你出宫，在一个湖中与几位布衣相谈。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危，便派人私下跟随。可谁想到这个高手二话不说，
便杀了我许多手下暗卫。有这样危险的人在你左右，本王怎么能安心呢？嘿，绕了一大圈，在这儿等我呢。我之前在宫中也从未见到过此人，那天真是把我给吓坏了。那回宫之后呢？可曾见过？也不曾。是吗？王爷是不信我吗？怎么会？不知婉英可否用天眼帮我算一算，这个人如今在何处？殿下难道不知，这梦中的画面光怪陆离，皆是天意所赐，不是我等想梦便能梦见的。或许就当是为了我，试一试，好吗？王爷，永儿，这夜深路重的，怎么一个人在此？回禀王爷，陛下有公事在身，永儿并未留宿，所以就想一个人出来走一走。您怎么在这儿？陛下召我前来，有事相商。好巧合。自从藏书楼走水，我就不便来到这后宫，想见永儿一面，当真比登天还难。是啊，我们都已经好久没见了，那你为何不与我书信相通呢？陛下跟太后都着人监视本王，就算本王再自私，又怎能将心上人置于险境？王爷，本王还有一事问你：你与我锦囊所赠妙计，卓绝精妙，可你成日在这后宫之中，也并未与那些人有交，你是如何得知这些隐秘之事的？我是……谁也不想自己的枕边人是个异类。是什么？永儿略懂占卜，经常会在梦中遇见一些未来之事。似是……王爷，你可以这样理解，永儿就是那种画本子里懂占卜、靠梦境开天眼的人，不然我怎么会遇见未来之事呢？只是这梦境何时来，准不准，完全都要靠天意的，所以之前未曾如实相告，还请王爷恕罪。王爷，来人了。你放心，本王会替你保密的。贾大人，哎呦，王爷，骆将军托人送回一匹马，还有一封信。臣此生幸事不多，征战沙场，报效国家此为一。
与王爷相识，同击燕贼，此为二。每每想起苦战3年，没有君臣之分，只有同袍之情，更觉难能可贵。特送回王爷军中坐骑，聊表此行。骆长生贵姓？骆将军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呐！哼，他这是在提醒本王，别忘了救他的儿子。先是一个户部尚书，现在又是魏太傅，这些账，太后都算在了我们的头上，怎会轻易的善罢甘休啊？可他如此逼迫本王，就算是生死交情，也很难办。但我们若什么都不做，恐怕骆将军会起异心，而且太后手里还捏着骆毅，确实对我们也不利。这平日里，太后可以利用骆毅来敲打骆将军，若在紧要关头，可能就是对准我们的刀啊！所以这件事还得办。你去给慕容先生传信，问问他有什么妙计。这样一来，也能给太后找点事做，就不去找骆毅的麻烦，也算是我们给骆将军一个交代。好。王爷，王爷，那这马送你了。哎呦，谢王爷。钱呢？国库的钱呢？我大夏百姓的钱呢？陛下，陛下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这都是前户部尚书遗留下来的问题啊！陛下，微臣我确实也是刚刚才升任的，陛下。陛下，右军游将军急奏，说是大声点。是右军游将军急奏，说是军粮发霉了。他们威胁朕，说军粮再不加量的话，将难以守卫边疆。连朕的军队都敢威胁朕，陵寝要修建，军粮要加量，但国库是空的呀，空的呀！空的。你说这江山是不是该改姓了呀？陛下，这干嘛死？这干嘛死？这干嘛死？这个……问题还没解决呢，你就想死啊？那我不死，不死。这样，若能重印国库的话，朕给你6个权势；若不行，你们全家老小都去陪你的好兄长。不行啊，陛下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！陛下！陛下！你怎么办？王爷这招妙啊！在这节骨眼上，让尤将军声称这军粮发霉，陛下雷霆震怒，
眼下这户部已经乱作一团了。再加上今天一早鸡鸣兰驾，太后党这帮人可就没好日子过了。你们觉得鸡鸣兰驾是意外吗？是陛下，陛下计划好了，要拿户部开刀。他之前就借疯病为由斩过前任户部尚书，遗憾的是未能动摇户部的根基。眼下情况又不同了，军情、民情，关乎江山社稷，这户部可是无可推脱。眼下他们还揽着修建陵寝的差事，这窟窿要是堵不上，无异于自掘坟墓啊！可陛下偏偏选这个时候对户部下手，看来我们这个皇上走的这步棋，他还是动过心思的，不过可惜了。可惜什么呀？光是走好眼下这一步还不够啊！更重要的是，那陈达年扛不住压力之后，这户部尚书之位，就空出来了。届时咱们的人就可以补上这个空缺。恭喜王爷，往后这财权兵权在握，便不再受人掣肘了。可是，如果太后那边要保护户部，愿意拿出修建陵寝的钱财来补贴粮饷，那这……如若你们是太后，这手中把玩了10几年的傀儡，他一朝有了意识，你们是会委曲求全，缓做打算，还是硬碰硬，绝不后退半步的？该如何做？还请太后您明示啊！臣实在是无计可施了。这几日，臣愁的是辗转反侧，寝食难安呐，就怕有个闪失误了您的大事啊，太后。陈大人，陈大人，国库亏空，确实不是长久之计。一帮武将，只会打打杀杀，头脑又简单，只认手里的银子。这饷银啊，要是一刻不到，军营里就得闹翻了天。就是啊。哎呀，那当下之计，只能喂饱他们啊。饷银，给他们批了吧。哎呀，太后圣明啊！哎呀，太后，有了您这句话，可算是稳住军心了。可是，太后，那陵寝之事可否暂缓一段时间？胡闹！这都说好要见了，又不见了，出尔反尔，不是让人家看笑话吗？那皇家的脸面往哪儿放？哀家的脸面往哪儿放啊？臣明白的，可这两头都要用银子，臣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，太后。陈大人，你是户部尚书，掌管天下钱粮，那是你分内之事啊。你动动脑子，想想法子，学学你哥哥呀！哎，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！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爹，早知道我就不接这烂摊子了。什么油水都捞不着，还得往里添钱。我要是能添得起也就罢了。可这修陵寝、买存粮，就算把你把你们再加上我全卖了，卖它个1000遍、10000遍也不够啊！开中法，这步棋下得妙啊！看似寻常，却盘活了户部几近干涸的银库，还拉拢了一帮商贾，
背后定有高人指点，不可小觑。定是陈大年那个老狐狸背后藏着智囊啊！只要揪出来，不愁没把握拿捏，往后行事也能多几分胜算呐。要不，下官去暗查一番？算了，眼下户部还控制在太后手中，我们也不用打草惊蛇。其实，户部这次能起死回生，陛下才是最大的输家呀！我瞧着他在朝堂上那脸色，老难看了。太后她也没赢啊，这盐引每年有多少利润，就这么拱手让给商人，他那心疼病还不得犯了？既然如此，我们就继续坐山观虎斗。殿下英明。殿下这么着急找我，婉音最近可看见了什么？看，你之前不是跟我说，可以用天眼预示未来吗？哦，是啊，我最近确实看见了一些。比如呢？比如，在西南的密林中出现了野人的脚印，还有，在东湖的一处小岛上，似乎有巨人在内湖游弋。啊，沿着武陵溪水向山而行，仿佛若有光，山后是漫山遍野的桃林。我听说，最近皇帝身边的高手又出现了，而且这次还是在宫中。他发现北周了。此人不除十分危险，可否帮我预示一下，我们该如何除掉他？消息可靠吗？殿下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我也是在梦中用天眼看见的。哼，刚刚还说自己是听说的，这混账男人，撒谎都不打好草稿。这个萧太医医术到底行不行？这别人生病都是卧床，他却鼓励你往外跑。外面阳光正好，适量晒晒，才有益于康复。但是那也不必来花房晒吧？我之前躲雨掉了一只耳环，许是在花房呢，去找找。小姐，那不是端王和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啊？婉音，可愿帮我？殿下稍等，容我一试。如今北周和阿白都在宫中，他却只知道一个高手，而不是2个。我看到，似乎有一个高大的男子出现在一处回廊。回廊？何处的回廊？好像是在御花园，又好像不是。仓促之间实在看不清了。殿下有找谢妃看过吗？我先找的你，如若你3日之内算不出来，本王再去找他问也不迟。是谁告的密？难道是？刚刚有个脸生的小太监将此物塞给我，我一喊他他就跑了，追都追不上。小姐，这也不是回宫的路啊。奴婢看您低着头往这边走，就没敢喊您。小姐，这是奴婢自己配的清热解毒的花茶，你要不要尝尝看？不用了。小姐自从回来之后一直愁眉不展的，是有心事？
刚才看见端王似乎冲撞了陛下，正要被杖责。我听陛下向安危交代，要趁这杖责下狠手。也不知道端王撑不撑得住。怎么会这样？要不奴婢去打探一下。你疯了吗？此事若是被陛下拿住，你叫我如何向他解释？是奴婢考虑不周。你先下去吧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跪下！娘娘明察秋毫，这宫女偷跑出去，正在与端王买通的小太监通风报信，让属下拿下了。你胡说！小姐，你是何时勾搭上端王的？小梅冤枉啊！奴婢怎么敢妄想端王殿下？你还嘴硬！小姐，奴婢是怕您担心端王殿下才出门想办法的。小姐，你怎么能不相信小梅呢？就是因为太过信任你，所以才给了你背叛我的机会。奴婢没有背叛，也从未改变过心意。说实话。是圆圆，是娘娘入宫前的圆圆。当时我跟在你身边，注意端王殿下。小梅眼看着您和端王两情相悦，那时候的小姐特别开心。后来进宫之后，端王偶尔也来找奴婢闲谈几句，仅此而已。所以你就把我的消息一直传递给端王。奴婢只是不明白，您为什么不选端王殿下，而是选择了那个暴君？从前的您对暴君嗤之以鼻，只是以泪洗面，茶饭不思。可自从您一反常态去侍寝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小梅更不理解，您明明已经移情暴君，为何还要吊着端王殿下？眼看着他日日为你消瘦，你却只顾着与暴君寻欢作乐。所以那日我易容出宫，也是你告诉端王的。是我。可那日老爷刚被淑妃娘家陷害，陛下就立即带您出宫。我是担心您的安危，恰逢端王殿下差人来问，我这才说了您是从哪道门出的宫。娘娘，杀吗？小姐，小姐，小梅5岁就入府，服侍您，同吃同睡，万事伤心。您要相信小梅不会害您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您着想，小姐。把他带回去关起来吧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放他出来。小姐，小姐，暴君变成老爷冷落小姐，小姐你要清醒一点。婢女小梅行刺淑妃事发，雨嫔和皇上吵得不可开交，皇上一气之下将她打入冷宫，
但是这雨嫔非但不认错，反而劝皇上除掉淑妃，说是梦见淑妃未来要害死自己一家。梦见？皇上自是不信，斥责雨嫔为了争宠信口雌黄。陛下，若不是淑妃一家谋害家父在先，小梅怎会无辜行刺啊？还敢狡辩！是朕平日对你太好了，竟敢如此放肆！你为什么不信臣妾啊？闭嘴！你就在这好生反省。陛下，将门窗全部钉死，留侍卫看守。朕不发话，谁也不准给雨嫔送食。雨嫔气急，后面说的那话，是越来越叫人听不明白。无情无义，没有我的能力，你夏侯大侠也不是。小的们吓得汗颜呐！这么敢顶撞皇上，还直呼本名，这可是头回见呐！皇上什么反应？皇上自然是勃然大怒，当即就废了雨嫔。行，下去领赏吧。谢殿下。几位大人，如何看待此事？回殿下，淑妃娘家和余府两家向来就有局域，雨嫔得宠后，更是压得淑妃抬不起头。现在羽少卿遭贬斥，淑妃一家确实在暗中做局，打算在流放的路上下毒，趁机除掉羽少卿。借婢子小梅之手除掉淑妃，是成是败与他接力，一石二鸟啊！殿下，下官以为此女不容小觑，但下官有一处不明，觉得有些蹊跷。讲，这淑妃家行事隐秘，且还未行动，雨家又浑然不觉，臣等都是下了一番功夫才查出。这雨妃身居宫中，又怎会知晓未来之事呢？总不会是开了天眼吧？胡诌！越来越有趣了。梦中所见，阳月初八，高手孤身一人走马章台去那风雅之所，面前有一高台，背后有一弯月，似在看百戏。阳月初八就是明晚，王爷可相信？自是不能全信。那安排一下，今晚我去宫中走一走。是。永儿，见过殿下。你大病初愈，又刚刚受过惊吓，你我之间不必多礼。多谢殿下挂念，永儿已经无碍了。赵武成已成功接管禁军统领之位，还要多谢永儿出此良策。不过眼下又有一棘手之事，皇帝身边出现一高手助力，数次将我置于危难之中。永儿对此事可否知晓？他说的可是书中与皇帝颇有渊源的绝顶高手北周，但我记得他应该很后期才出现。依稀在梦里见过一二，似乎确有其人。所以殿下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来找我的吗？永儿这是生本王的妻了。
永儿作为一介宫妃，又有什么立场生王爷的气啊？左右不过是哀叹自己的身世吧。王爷，你看这花房里的花，美虽美矣，但受困于这方寸之间，你说，他除了等待别人来欣赏他，他还能做什么呢？永儿，或许在别人的眼中，我是一个亲民的王爷，一个骁勇的武将，一个被期待成为明君的人。可在我内心深处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其实没有人关心。在这深宫之中，我度过了最黑暗的日子，被践踏、侮辱、施以鞭刑。这一切的原因不过是我的母亲，是这宫中的下人。我猜她也受过宠吧，只不过很快就被更受宠的人踩在脚底下，变成这深宫之中的一缕冤魂。所以没有人比我更清楚，这偌大的皇宫对一个女子意味着什么。也没有人比我更着急，想尽快带她脱离这苦海，生生世世永远在一起。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，或许我就不该招惹你，也许我并非你的良人，也可能一开始我就不应该。王爷，对不起。是永儿任性了。我知道王爷心系天下，背负了这么多，永儿受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？殿下，之前命我等阻挠使节入城，而今为何又要改其意志，赞同皇帝呢？是啊，不是说如若谈判成功，边境安全，那太后就会借机收回兵权，削弱我方势力吗？殿下三思啊！老祖宗说过，谋定而后动，知止而有得。可同时又说，君子行事，当顺势而为。这燕王借贺寿前来，剑指和谈，世人只知道燕王孱弱，想借着和谈，博得一线生机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的道理。陛下近日收到一封密函，燕王好客，盛情难却，留臣几日，恐迟已归。汪昭。这信是雨嫔写的？那这汪昭又是谁呀？汪昭啊，就是陛下秘密派去的使臣。难不成这帮阉人是皇帝请来的，
聪明啊，曹大人。咱们这个傀儡皇帝可算是长了些反骨啊，要跟太后斗上一斗。仅凭雨嫔一封书信，王爷就要全信吗？自是不能。回校，属下在。给大人们讲讲你在城外探得的消息。是。属下在城外30里处夜探了使节团，在队伍里面发现了2个脸熟的，正是当年燕国交战之时，王子图尔的心腹。哎，不对呀，这图尔与燕王素来不和，怎么会派他的人前来和谈啊？所以这使节团是假冒的使节团。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这大老远的人都到了，能不能和谈暂且不说，这不顾礼仪拒之门外，这非我大夏待客之道啊。没错，这要传出去，他丢人呐！昨天还说会寒了将士们的心，怎么今天就变热乎了？没有立场，枉为臣子。陛下，燕人阴险狡诈，不得不防啊！至多令其驻扎在城外。人家此番前来是为了恭贺陛下生辰，你却恶意揣度。陛下万万不可听此谗言呐！臣愿死谏，臣也愿死谏，臣也愿死谏。有你们会死谏的？臣也愿死谏，臣也愿死谏。快说。唉，文武百官讲的都有道理，朕很难决断。皇兄你怎么看？燕使而骄，乘此吉时，去兵之苦，当庆之和，主者施行。都说这燕人3头6臂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吧。哎呀，确实跟我们长得不一样啊，眼睛是凹进去的。那就是燕国使臣，那个人好壮啊！让一下，都让一下，快点让一下！我就说嘛，让开！人家长得确实跟咱不一样。你瞅人这胡子，听说还是端王建议皇上迎使团入城呢。全都是废物！一群人拦不住一个使团，让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皇宫，还要本宫锦衣华服地陪他们吃酒作乐。太后息怒啊！端王突然改变态度，臣等也始料未及啊！而且陛下这次竟然也一改往日拖拉之习，当庭就准了。太后，看守城门的守卫是端王的人，几乎同时，咔，大门打开，就把使节团给迎进来。要说皇上和端王没商量，那真是不信的。你的意思是，端王和皇上联手了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二人积怨已深，早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。太后，臣以为，与其盲目的猜测行为，不如直接切断结果。正所谓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。穆爱卿说的对，这2个小兔崽子用800个心眼子想跟哀家打太极，他们想和谈，对吗？好，那哀家就让他们谈个天崩地裂。
王爷，谢妃娘娘差人送了信来，说是很急。这雨妃刚从冷宫出来，她就坐不住了。女人间的心思还真是烦得很。送信的丫鬟说，是关于孩子的事儿。孩子？哦，之前他在太后寝宫呕吐一事，不是已经人尽皆知了吗？这孩子肯定是瞒不住了，不过也多个筹码，让太后跟皇上斗去吧。有什么好着急的？皇上并未与我同房，此子留不得，求王爷帮我寻堕胎之法。这个谢有儿，这么大的事居然瞒着我！娘娘，是我，怎么了？给王爷的信送出去了吗？送出去了，小太医来了。端王殿下，此次冒昧请你前来，是因为本王有一个残局，尚有一子，还不明白。端王请说。如今这戏台有了，秦王有了，刺客也有了，是否就再无变数了？殿下之棋凶狠凌厉，且不迂回，进退有度，且富有变化，实在是绝好的棋术。只是这盘棋已下到尽处，若说有变数，那只能是天意了。所以，本王还要去见一个人，勘破这天意。恭喜殿下，这盘棋活了。这么长时间，一直以暮云的身份，在太后面前替本王盘桓，辛苦慕容大人了。愿为真命天子效犬马之劳。有高手。婉音愿亲历相助。王爷先前所提，皇帝身边的高手，我已探明。于婉音这个小狐狸，又被他摆了一道。王爷，属下细细的查看了所有的痕迹，有高手不假，但除这一人外，其余的人似乎不敌使臣团那帮人的战力。莫非还有什么是我们忽略了的？
硝石跟硫磺的味道。看来这才是皇帝能逃出升天的关键。哎呀，你快点儿！别推我！不走了！堂堂燕国王子，穿个太监的衣服，住在一个老鼠一样的地道里，成何体统？这皇宫里除了皇上就是太监，难不成龙袍给你？哎，你也可以跟我一样，扮成个女人。你们大夏人就是蛮不讲理！怎么着，还想让我打你一顿啊？捡起来，快走！想让皇上等你呀，快点！都给我收仔细点啊！王爷，那位是当日营救皇上的禁军之一，是我们的人。见过端王。那日你赶到的时候，地宫里有几个人？属下，这级别不够，未能进前。但据看到的人说，只有皇上、太后，还有2个受了重伤的侍卫。哦，还有一个端水的嬷嬷。没有其他人了？确实没有其他人了。你下去吧。是。照这么看，皇帝身边虽然有高手，也有武器，但好像没占到什么便宜，不然也不能逃到这地宫里。那属下是否依计行事啊？计划赶不上变化。眼下最重要的是，先找到徒儿。可他去哪儿了呢？母亲，饺子好了。看你把面粉都弄到脸上去了，来，像个小花猫一样。母亲，你吃。博儿先吃。母亲，你在绣什么呢？我在给博儿绣一个荷包，保佑我的博儿年年都健健康康的。母亲，你离开我已经14年了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绣给孩儿的香囊，我也都日日带在身上。母亲保佑我，明日旗开得胜，一举成功。王爷，王爷，你们都去准备吧。是。这。
我曾经说过，为了防止他们用天眼预测未来，会在关键的时候插一个小变数。现在这个时候到了。这些真的是宇飞所写？不错，就连这个香囊都是他亲手绣给我的。下面我说的话，你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好。那年圆夜花市，他一身白衣素差，却也难掩倾城之容。彼时他还未进宫，你们郎情妾意，还换了定情信。本想着来日就将他娶回府中，共白头，可谁曾想他的父亲是个爱慕虚荣之辈，为了自己的仕途，竟将女儿送入宫中，做了嫔妃。从此你们隔着悠悠的宫墙，难解相思之苦。不过这个女子还算聪慧，做了皇上的宠妃，还用了些手段，将你擢升为禁军统领。从那以后，倒也算有了些见面的便宜手段。可你们不甘心呢？不甘心永远这么偷偷摸摸的。况且，她还怀了你的孩子。这番说辞是要掉脑袋的。赵统领若是不愿意，我也可连夜将你送出城去，找一个偏僻的山庄，苟且偷生，倒也不错。王爷误会，与其像老鼠一样在阴沟里活着，属下更想赌一把，赌王爷才是那个天命之人。只是这番说辞，皇帝真的会信吗？他信不信不重要，到那个时候，文武百官全都在场，于婉英这个妖后的名声再也翻不过来了。若是夏侯旦袒护的，那就是色令智昏，他就是个昏君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出兵就名正言顺。